560亿，日本砸了这么多钱洗白自己的侵略罪行，他成功了没有啊？8月26号，咱们中国外交部就日方对北京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纪念活动的负面言论提出了严正交涉，就要求他们给个说法。这事儿不是突然冒出来的，日本精心策划已久啊，这是一场系统性的历史修正运动。他们就是不想让世界看到他们那段永远不会被饶恕的侵略历史。就打从2015年中国第一次举办纪念抗战胜利阅兵活动以来，日本外务省就专门搞了个海外战略信息传播的预算类别，到现在已经砸进去超过560亿日元了。这什么概念啊？他们2025年这一年还没到呢，就已经花了62亿日元来洗白自己的历史形象了。这比他们对待慰安妇、731等等的历史问题的态度大方多了呀！大家要搞清楚啊，日本政府在正视历史、承担责任方面，一直是想篡改就篡改，能否认就否认，到今天都没有真正向受害国和受害者做出充分真诚的正式道歉。560亿日元，27个亿的人民币啊，这钱他们花的可精明了，那可不是简单的做宣传，是有组织有计划的在全球范围内培养亲日分子，还想方设法修改海外教科书里头关于日本侵略历史的记载。日本外务省下辖的日本国际交流基金会被曝光出来，连续多年资助外国学者、媒体人传播亲日内容。他是在全球范围内搞历史修正主义啊，就妄图把那段血腥的侵略史洗白成温情的国家叙事。另外，这小日子在国内也没闲着，去年他们的文部科学省批准新版的历史教科书，把很多反映历史真相的内容删改的面目全非，就想一步步抹去历史痕迹，就是要让下一代日本人忘记他们的先辈曾经犯下的罪行。就比如在他们的教科书里从来没有南京大屠杀这个名词，能写个南京事件就已经是他们的底线了，而且记录的越来越简略，越来越轻描淡写。在他们的近代历史教科书上，战败不叫战败，叫终战；侵略不叫侵略，叫进入。难怪有些左耳小省啊，也他妈爱搞这种低劣可笑、丢人现眼的文字游戏，合着是跪着跟你们的皇军学的呀。然后我们自己呢，国内呢，一些媒体、自媒体也跟着起哄，就一个劲儿的给日本历史修正主义当传声筒，拿着理性、客观当挡箭牌，实际上干的是配合日本外务省公关战略，妄图洗脑中国人民的下流勾当。这帮狗日的垃圾对中国纪念抗战胜利的活动冷嘲热讽，对小日子篡改教科书、否认侵略历史的行为常年的视而不见、避而不谈。就你们这种吃里扒外的行为，是不是对千百万抗战死难者的背叛呀？这些所谓的理性媒体，表面上打着新闻自由的旗号，背地里拿着日方的各种直接或间接的资助，选择性报道，刻意淡化日本的历史罪责，甚至质疑中国纪念活动的正当性。这种无耻行径已经超出了正常的言论自由范畴了吧？这种无耻之人已经忘了自己的祖宗是谁了吧？忘了脚下这块土地曾经被日寇铁蹄践踏成什么样了吧？相比之下呢，中国各地正在用行动守护历史记忆。今年8月15日，日本投降80周年之际，从黑龙江哈尔滨的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到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，都在举行庄重的纪念活动。哈尔滨公布了731部队的新罪证，南京认证了第4批历史记忆传承人，还把范围扩大到了当年救助中国民众的国际友人的后代。而全国各地也都在开展形式多样的纪念活动。这些活生生的历史见证和全民纪念活动，就是对日本历史修正主义最有力的回击啊！微博上的斯库里老师说得好啊，日本就这么干涉咱们93阅兵，他到底在害怕什么呀？在怕中国的口风从此变了。不仅日本，大把的和商老登们对中国变成现在这样很不习惯啊，毕竟在他们人生的大部分时间里不是这样的。那我们为什么会变呀？
因为强大了嘛。那强大了就要变成自己曾经讨厌的样子吗？哎呦，屠龙少年要变成恶龙了吗？不然呢？我弱小的时候你们欺负我，我变强大了你们还想欺负我呀？那我变强是为了好玩吗？还有注意这个用词啊，不是我变强大了就要欺负别人，是我变强大了，你们不能再欺负我了。这个世界我们都知道是个弱肉强食的世界，就这么糟烂的一个世界，它的规则是不捡钱就是亏了，不能欺负人就是得被欺负。日本、美国、欧盟，他们理解不了什么叫王道，什么叫和平崛起，什么叫我强大了，我来制定规则，你按照规则行事，我跟你讲理。你要想横着来，我比你懂拳脚。说白了，他们从来不是讲究人啊，他们也没见过讲究人，他们不相信还有讲究人的存在，他们害怕自己不理解的存在。这历史啊，就不是任人打扮的小姑娘，也不是用钱就能买断的记忆啊。这560亿日元的公关预算，面对千百万战争死难者的生命，只能换来中国亿万人民的横眉冷对，把痴心妄想4个字拍在他们这些畜生的脑门上。小日子啊，你们要是再这么作下去，中国人逐渐的就不再需要你们的道歉了，就不再想听见你们的忏悔了，甚至就不再希望在这个世界上还能看见你们这个国家了。